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内娱赘婿排行榜，搭档顶流女星走红，谁是最大赢家？在国产剧的江湖里，番位之争从未停歇。谁是一番，谁是二番？不仅牵动着粉丝们敏感的神经，也直接关系到演员的商业价值和行业地位。然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愈演愈烈。许多男演员选择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在 S 加级的大制作中担任高人气女主角的二番，凭借剧集的热度和角色的魅力，实现个人咖位的飞升。这种现象被网友们戏谑地冠以内娱赘婿的称号，意指他们如同入赘到女方的流量和资源中，从而为自己博得一席之地。从苍兰诀到书卷一梦，再到近期的樱桃琥珀，一番大女主，二番男主似乎已成为爆款剧的标配。但赘婿真的只是一个贬义词吗？或许这更像是一种在激烈竞争中双方互利共赢的生存智慧。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网友票选出的10大靠二番剧刷出存在感的男演员，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这条赛道上走出了自己的康庄大道。Top 10，陈哲远，代表作《偷偷藏不住》二番。陈哲远能跻身这个榜单，主要归功于现象级爆款《偷偷藏不住》，与顶流小花赵露思的合作，无疑让他的人气和商业价值实现了3级跳。在此之前，陈哲远虽凭借《暗格里的秘密》《我的反派男友》等小成本高口碑剧集积累了良好的路人缘，被誉为青春剧天选男主，但始终未能真正跨入流量小生的行列。偷偷藏不住的成功，让段嘉许这个角色成为他的高光名片，也让他尝到了与顶流合作的甜头。网友们将他归为赘婿，不无道理。因为这部剧的巨大成功，赵露思的引流作用功不可没。不过，这也反映出陈哲远当下的定位，自身具备不俗的演技和颜值，但在独立扛剧上尚需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爆作品来证明自己。接下来，无论是搭档张婧仪的《梦花亭》，还是合作李沁的《一笑随歌》，依旧是强强联手的模式，能否将赘婿的标签转化为一番的底气，还需看后续作品的表现。Top 9，王一博，代表作《有匪》二番，《风起洛阳》二番。将王一博放入这个榜单，或许会有些争议，但回看他的演员之路，确实有过一段明显的二番时期。在《有匪》中搭档85花顶流赵丽颖，在《风起洛阳》中与黄轩平分秋色，在《冰与火》中更是给前辈陈晓做二番。这些经历让他在从爱豆转型演员的初期，能够依托头部演员和顶级制作平稳过渡，并学习经验。然而，王一博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并未沉溺于二番的安逸区。当羽翼渐丰，他便迅速转向，开始挑战一番男主，并且交出了一份惊艳的答卷《追风者》。这部谍战剧开播前，无数人戴着有色眼镜等着看笑话，结果却被王一博脱胎换骨的演技所折服。他饰演的魏若来，从青涩到成熟的转变层次分明，豆瓣 7.8 的高分就是最好的证明。如今的王一博早已摆脱了需要他人抬轿的阶段，成功证明了自己作为一番男主的扛剧实力与市场号召力。Top 8，敖瑞鹏，代表作《白月繁星》二番，《朝雪路》二番。作为95后新生代男星中的劳模，敖瑞鹏今年的曝光率极高。但无论是搭档白鹿的《白月繁星》，还是合作李兰迪且口碑不俗的《朝雪路》，他都稳坐二番男主的位置。回溯其成名作《少年歌行》，他同样是众多角色中的一员，并非一番核心。这种稳扎稳打的策略，让敖瑞鹏在竞争激烈的95声赛道中持续有作品输出，不断刷新观众的认知。他很清楚自己当下的位置，
不冒进，不强求，而是借助与人气女星的合作，一步步积累国民度。不过，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他手握的大男主剧《师兄太稳健》与《庆余年》同属男频爽剧赛道，这将是他演艺生涯中第一次独自扛起一部 S 级大剧的收视。这部剧的成败将直接决定他能否从优质赘婿晋升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一番男主。Top 7，林一，代表作脱轨二番须，国王在冬眠二番。林一凭借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一炮而红后，似乎就深耕于甜宠剧领域，并且多以二番男主的身份出现。无论是与刘亦菲合作的脱轨，还是近期与舒心搭档的须国王在冬眠，他总能在女主的光环下找到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凭借优越的身高和清新的少年感，收获大批粉丝。林一的案例证明了，即便不是一番，只要角色出彩，同样能有效播剧。他并不执着于番位，而是专注于选择适合自己的剧本，维持着稳定的曝光度和良好的观众缘。接下来，备受瞩目的《折月亮》将是他的一场关键战役。这部改编自《偷偷藏不住》作者主以的另一力作，林一将首次担任一番男主，搭档新晋小花卢玉晓。有爆款原著打底，这部剧被寄予厚望，极有可能成为助推林一事业再上新台阶的决定性作品。Top 6，刘宇宁，代表作《书卷一梦》二番一念关山二番。刘宇宁堪称内娱最清醒赘婿的典范，从一念关山到折腰，再到书卷一梦，和珠帘玉幕合作的女主从刘诗诗、宋祖到李一桐、赵露思，无一不是话题度和人气兼备的女星，而她始终是那个雷打不动的二番男主。但他将二番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不争不抢，积极营业，演了男主还顺手承包了 OST， 为剧组省下一大笔开销。这种高性价比、高配合度的特质，让他成为了各大片方最青睐的二番人选。剧火了，角色红利他照单全收，讨论度甚至常常反超一番。剧播的不好，作为二番，他也无需背负最大的压力。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策略，让他的人气和资源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堪称赘婿界的顶级玩家。Top 5，丁禹兮，代表作传闻中的陈芊芊二番、永夜星河二番。丁禹兮的走红之路与二番紧密相连，让他一跃成为5月男友的传闻中的陈芊芊。一番是赵露思，让他稳固人气的月光变奏曲；一番是虞书欣，近期热播的永夜星河。他再次心甘情愿地为虞书欣做二番。反观他担任一番的大理寺少卿游长乐曲，热度与口碑均未能达到前者的水准，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循环。丁禹兮在二番的位置上总能大放异彩，与女主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而一番时却稍显乏力。这或许与他的个人特质有关，他更擅长在强大的对手戏演员激发下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许多粉丝欣赏他的清醒，不执着于虚名，而是选择最能让自己发光的剧本。在流量为王的时代，能持续吃到角色红利，何尝不是一种成功？ Top 4，邓为，代表作《长相思》男配之一。严格来说，邓为在2023年的现象级爆款《长相思》中，连二番都算不上，只是众多男配中的一员。但这部剧的巨大成功，尤其是杨紫作为一番女主的强大引流能力，让涂山璟这个角色成功出圈，也让邓为一夜飞升，从默默无闻的配角跻身准一线小生行列，将他票选入榜，体现了网友对被顶流带飞这一现象的普遍认知。长相思的红利，让他迅速获得了担任一番男主的资格。无论是已经播出的《仙台有树》，还是待播的大男主剧《风月不相关》，
邓卫都开始独挑大梁。特别是后者搭档的是新人演员，这意味着剧集的收视表现将完全由他主扛。他能否将长相思积累的人气转化为实打实的扛剧能力，将是他接下来面临的最大挑战。Top 3：窦骁，代表作燕云台二番掌心二番。窦骁入选前3，除了作品因素，更多了几分场外故事的加成。他多次担任85花的二番男主，在燕云台中搭档唐嫣，在掌心中合作刘诗诗，更早前还在《楚乔传》里演过赵丽颖的男二。而他与赌王千金和超莲的婚姻，更是让他被网友牢牢贴上了赌王赘婿的标签。这种戏里戏外双重赘婿的身份，让他的讨论度居高不下。他并非没有一番男主剧，与陈都灵合作的《良辰好景之几何》就曾火爆一时，但剧集完结时，他为了避嫌，发文时刻意忽略与女主的合照，引发 CP 粉强烈不满，被批评不敬业，一心想当豪门赘婿。这一事件反而加深了公众对他赘婿形象的刻板印象，可以说是榜单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位。Top 2：张凌赫，代表作《云之羽》二番、《宁安如梦》二番、《樱桃琥珀》二番。张凌赫自出道以来，资源一直好到令人艳羡，但他的走红路径也完美符合了赘婿模式。从《苍兰诀》的男二爆火后，他便无缝衔接地进入了各大 S 加剧组，担任顶流女星的二番男主。为虞书欣做了《云之羽》的二番，为白鹿做了《宁安如梦》的二番。最近又在《樱桃琥珀》中搭档赵今麦。可以说，张凌赫是通过一系列高品质的二番剧，迅速完成了人气的原始积累。他英俊的外形和温和的气质，让他成为了百搭的 CP 体质。在积累了足够的国民度后，他也开始向一番发起冲击。在《逐玉》中与田曦薇平番，在这一秒过火中首次担任一番，搭档王楚然。他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健而清晰，是目前95后男星中后续发展最被看好的一位。Top 1：李云瑞，代表作《九重子》二番。网友票选的冠军给了近期势头正猛的李云瑞，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细想却在情理之中。从《星汉灿烂神隐》中赵露思的御用男二，到《九重子》中孟子义的二番男主，李云瑞的每一步都踩在了点子上，剧集均是有效播出。九重子的爆火让他的人气和知名度有了质的飞跃，但他并没有急于求成去争抢一番。在后续的《上公主耀眼》等剧中，他依旧选择了二番的位置，合作的对象是孟子义、关晓彤这样的话题女星。李云瑞的团队对他的规划非常清晰，在人气根基尚不稳固时，持续通过优质的二番角色刷脸，保持热度，积累作品。这种不求第一，但求出彩的策略，让他成为了榜单上的冠军。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赘婿不是终点，而是通往更高处最稳妥的阶梯。说到底，一番是荣誉，也是压力；二番是机遇，也是考验。对于观众而言，我们或许真的不太在意演员名字的先后顺序，一部剧能否成为经典，一个角色能否深入人心，终究靠的是剧本的质量和演员的用心诠释。当演员用精湛的演技赋予角色生命时，哪怕他是18番，也同样能光芒万丈，赢得所有人的尊重和喜爱。